这儿子的公司怎么那么大呀？我找了好几层楼了，也没找到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给我儿子打个电话，问他在哪儿。哎呀，喂。哎妈，怎么了？儿子，你在哪儿呀？妈，我在公司呢。你在公司，我怎么没找到你呀？妈，你来了呀？是啊，我就在你们楼下呢。你要不来接我一下吧？行，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。行，我现在下去。哎呀，我想着我能找到你呢，谁知道我没找到。行吧，那你等着吧啊，我这就下去。好好好，我在等你啊。哎呀，哎，妈，哎呀，你看这，累坏了吧？哎呀，我真累坏了，你这楼太高了，太难爬，找不着你。妈，一个门一个门长得都一样。哎妈，我们这楼啊，公司挺多的，你要不打电话跟我吧，你肯定找不到的。行了，走吧，走吧，我领你上去，慢点啊。哎妈，哎呀，你这办公室可真大。哎妈，你呀就在这歇会儿，我呢还有点合同没谈呢，你先坐会儿，等一下我谈完之后啊，我过来陪你，好吧？好好好，你先去忙，我就在这等你。啊行，你去吧啊。好好好。妈，我走了啊。啊，你去吧。这我儿子的办公室啊，可真大，这桌子呀，真气派。哎呀，坐坐，哎呀，这椅子还真舒服。哎呀，还有大电视呢。哎呀，好多美女。哎呀，真好看。董事长，这个合同。哎呀，真好看，还会跳。你谁呀你？谁让你坐在这里的？给我起来！哎，你是谁呀？我是谁？我是这个公司的经理。哦，你是经理啊？是我坐在这儿等我儿子的。还等你儿子？你以为你儿子是谁啊？你以为你儿子是董事长啊？还坐在这里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董事长的办公室。这是董事长办公室，可是我儿子也没给我说呀，他就让我在这儿等他，他去忙了。老太太，你挺会编呀！还你儿子让你坐这的，你儿子多大能耐，敢让你坐董事长的办公室？我还看到你对着电脑里，还在这看东西，干嘛呀你？你是不是想偷公司的机密呀？哎，没有，我就看这上面挺好的，挺好看的，我没动。挺好看的，这东西是你随便看的吗？你知不知道这电脑里面有多少公司机密呀？你随便动，万一泄露了怎么办呀？你信不信我报警抓你？别呀，经理是吧？我也不识字，我也不会弄这个东西，我没碰的。没碰，我会相信吗？你看你这穿的什么呀？破破烂烂的，还坐在我们董事长的位置上。你知道这一个座椅多少钱吗？把你卖了你都赔不起，你知不知道？这经理，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？啊，我就坐这儿等我儿子呢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董事长，是什么座椅的，这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？我这么说你怎么了？你说说你一个农村老婆子跑到董事长办公室来干嘛的？你不是来找骂的吗？行，算我走错地方了，那我走行了吧？走？你想往哪里去呀？你坐在这个椅子上面，你以为就白坐了？我可告诉你，这椅子啊可是进口的，值好几万块钱呢。你这椅坐不当你，有可能都把它坐坏了。拿1万块钱，我就放你走。我坐这椅子又没坐坏，你还是经理呢，你怎么那么没素质呀？还给我要1万块钱？你看我浑身上下值1万块钱吗？嘿，老太婆，你说谁没素质呢？我给你要1万块钱都是少的，我可告诉你，没有1万块钱，休想离开这个办公室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啊，这光动口也就算了，你还动手啊？我动手怎么了？你没钱，拿这个钱的话，我等下还得打你呢。对了，你不是说你儿子在这上班吗？你没钱，让你儿子过来给你送钱。你太过分了，你欺负老年人，你说你爸
爸妈都这样教育你的吗？还欺负老年人，我就欺负你又怎么了？谁让你是个乡巴佬呢？乡巴佬就应该在乡下地方待着，跑到这董事长办公室，你干嘛呢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把你送到派出所去，派出所就会拘留你的。派出所还拘留我？我要告你啊！欺负老人，暴力老人！我看派出所听谁的？呀，你懂得还挺多的，你告去，你告去。到派出所，我告诉他，你偷取我们公司的机密，你看派出所相信谁？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爬上经理这个位置的啊！哪有当经理的这么没素质呢？啊！我只是个老人，我儿子让我在这等他，你也不必说那么难听的话吧？啊！还欺负我，我怎么得罪你了呀？要钱我没有。呀，你还挺硬气啊，老太婆！我可告诉你，这1万块钱我要定了。不想拿钱也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哼！把鞋子给我擦干净。你这明明是侮辱人呀！我不会给你擦的。我们农村人怎么了？农村人也有尊严的，我凭什么给你擦鞋呀？挺有骨气啊！你可想好了，不给我擦鞋呀，就要赔1万块钱。是1万块钱重要呢，还是擦鞋重要呢？你自己可好好掂量掂量。钱我也不给，鞋我也不会给你擦，太欺负人了。不擦是吧？那行啊，你儿子，我们公司可留不下他了，他必须卷铺盖给我滚蛋！我在这等我儿子，这也不关我儿子的事儿啊！你凭什么要开除我儿子呀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这个公司的经理，我想让你儿子留下就留下，不想让他留下，他立马就要给我滚！别呀！你别开除我儿子，我给你道歉，我给你擦。真是差不多。等着啥？小魏，你不是吵什么呢？在门口都听到了。这个老太婆闯进你的办公室了，还坐在这里，我看她手还动着电脑呢，说不定盗取咱们公司的机密呢，被我当场抓住了。董事长，他还说他儿子就在咱们公司上班呢，我看呀，他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干脆他儿子也别要了，直接开除算了。小飞，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。我就知道这老太婆这个样子，她能教出什么好儿子呀？妈，你没什么事吧？我没事。啊，没事就好。董事长，你叫她什么？妈呀。她是你妈呀？对呀，就是你口中要开除那个儿子。怎么这样呀？董事长，你行了，小飞，你可真行啊，连我都要开除了。不，董事长，都是误会啊！这我也不知道，这个阿姨就是你妈呀！我要知道的话，再给我10个胆，我也不敢开除您啊，是吧？儿子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鬼话了，他这个人呀，太差劲了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我就坐在这办公室的椅子上，你不知道他说话多难听，他用各种恶言恶语来侮辱我，还让我赔1万块钱，我不赔他钱，还让我的擦鞋呢。什么？妈，他竟然敢这么对你？小飞，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呀！让我妈给你擦鞋，还让我妈给你1万块钱。行，我替我妈给你。不，董事长，不是，这都是误会。阿姨，刚刚是我做的不对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给我一般见识。你看咱们这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都不认识一家人了。这我也不知道你是董事长他妈呀。我要知道的话，这我怎么样，我也不会说那些话呀。阿姨，我知道错了。小飞，照你说这话意思，她要是不是我妈的话，你就可以侮辱她了吗？小飞，我可真没想到，原来你是这种人啊！平时看你学历挺高的，做事也挺快的，挺机灵的一个人，没想到你的人品却这么差。董事长，小飞，你还记得咱们公司的宗旨是什么吗？有德无才，咱们公司可以后天培养；有才无德，我们公司坚决不用。董事长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阿姨。行了吧，别求我妈了，也别在这儿虚情假意了。你被我们公司正式给开除了。董事长别呀，这我上有老下有小呢，都靠我这份工作养活呢。你开除我们家人怎么办呀？你上有老下有小，
如果你嘛被人家这么对待了，你会怎么做呀？小飞，这人人都有父母，而且我们呀也总是会老的一天。如果老了就被年轻人那么嫌弃的话，那咱们以后怎么办呀？你这种人，你怎么给下边的人做榜样啊？亏你还是个经理呢。所以啊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赶紧去财务处给你的公司立马从我们公司消失。董事长，阿姨，我不想说第二遍，滚！我滚。妈，来坐。儿子，你说你这椅子我也不敢坐了。哎呀，没事，来。妈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啊，招人说啊看走眼了，我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呀。是把我气的啊！我来看你呢，明明是好事儿，那弄我一肚子气。你说，哎，行了妈，消气，我不是把他开了吗？啊，这以后再招人啊，可要擦亮眼睛呢。就像这种没素质的人，咱坚决不要。行妈，我知道啊，